真正赚到大钱的人，绝对不是靠手艺，也不是靠脑子里的知识，就3件事儿，你能够做到，你也可以赚大钱啊。准确的说是谁能做到这3件事儿，谁都可以赚到大钱啊。就这3件，借力、造势、做局啊，就这3件。你可以好好的去观察一下啊，你身边，你看一看你身边这些能够赚到大钱的这些人，对吧？啊，他们是靠着有多么好的手艺技术，或者说啊自己的脑子里有多少知识，学到了多少吗？不是的，赚大钱的第一性原则，它就是不干活。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干活的，那么你就赚不到大钱啊，就是不干活啊，不干活靠的是什么？借力、造势、做局，然后呢去做交易，你才能够赚到大钱啊。我为什么这样讲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看这个种西瓜的瓜农和这个摘西瓜的瓜农，他能够挣到钱吗？他挣不到啊。那做运输运西瓜的这个人呢，他可能能挣到一点小钱。那么卖西瓜的这个人呢，他就能够赚到大钱。你甭管他怎么卖的，对吧？你先不用考虑这个事情，你就搞清楚这4种关系，它的生态位是什么。只有站在这个赚大钱的这个生态位上，你才能够赚到大钱。你就考虑它的生态位就可以了啊！你不要去歌颂你自己有多么的辛苦，多么的努力，多么的伟大啊！你辛辛苦苦的去种了这么1亩地，然后呢，一个西瓜结果就能卖那么2-3块钱，甚至几毛钱一斤啊！结果人家一杯西瓜汁卖28、38、48，对吧？你是挺辛苦的，你确实也挺伟大的，你种了这么多瓜，对吧？但是你就赚不到钱。你就算赚不到钱，那这个也是你自己选择的这个生态位不对，你赖不到任何人啊。所以说你要去做生意人，你不要去做这个手艺人啊，不要做这件事，要去做交易，懂得会交易啊，而不是去选择闷头去干活啊。这个一定要考虑清楚。就是你想要过得好，你想要能够赚到大钱，你的第一件事就是非常简单。第一件你现在要做的事就是你不干活，家里的活我就不干，你不要去干了，对吧？家里的活就不要干了。你说到这儿可能就是人急眼了哈，我不干活我怎么挣钱呢？我不干活我吃啥？你养我呀？别急，各位，你想想哈，你自己现在的时间，你自己的体力，它是不是有限的？你一天就24个小时，对吧？你拼了命的干，玩了命的干，你也就24个小时，你不可能比别人再多出1个小时的时间来，对吧？一天就24个小时，那么你的收入它的上限，你想一想，你这24个小时，你一天能最多干几个小时的活，你的收入上限就已经被你算的这种算法算的死死的，跑不掉的，对吧？但是如果说你想要真正能够赚到大钱，那你就不要再去工作了呀，对吧？你得去找个事儿干啊，不让你工作了，是让你去找个事儿干。就是你看上班和赚钱这2件事看起来非常的相似，它就是一件事，对吧？我赚钱是赚钱，我上班也是为了赚钱，它是一件事啊，其实它是2码事。就上班的核心是什么？上班的核心它根本就不是赚钱，它是在替别人做事儿，你在替别人做事儿，把时间和劳动卖给你的老板，那么把这个事儿干完之后，别人给你发工资，你拿到自己相应的报酬，那么这个东西和你做事儿它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没有任何的关系啊。你努力干活，每天加班到深夜啊，加班到凌晨，每天熬夜去做你的 PPT， 对吧？这不代表着你就值钱了，你不值钱啊，你的报酬未必跟着你自己的同等的付出能够拿到相比例的收入啊，没有的。因为一个人你在决定，就是因为有一个人在决定你做的这些事情啊，就决定了你的收入，这个人就是老板啊。你干任何的事情，他说你值多少钱，那你就能拿到多少钱，因为他是给你开工资的，你是干活的，对吧？那么你从赚钱的角度出发，那么上班从来不是一个最优解，也不是最优的选择，它的性价比也是最低的啊，但是它相对于稳定啊，就穷的很稳定嘛，对吧？就上班的啊，它很稳定，它不会亏，起码对吧？这也是个优点嘛。那么问题来了哈，我不干活，钱从哪里来呢？有这个疑问不啊？那我该怎么做呢？我才能够赚到钱呢？就做3件事，我上面讲了，借力、造势、做局。我给你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哈，你就明白了啊。如果这个例子听懂了之后，你离100万就很近，对吧？如果说比如说我现在我开了一家工厂啊，你不管什么工厂我开的，那么我手下我招了有100个工人啊，有100个员工跟着我干，那么这100个工人都是普通人啊，他们干什么工作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车间给我创造所有的财富和我自己的产值啊。那么你会发现这些人干久了之后，他就会发现最后赚大头拿大结果能够赚到大钱的人，他从来不是这些干活的人，
这100个人里边没有一个可以做到。能够赚大钱的人，他的手里都是拿捏着资源，搭建所谓的平台，有自己的客户的老板啊。我给这些工人每个月发固定的工资，这已经是我给普通人啊就锁死了他的微薄的这种利益，对吧？一群人拼了命的努力的去给我干活，最后只能够分得到我给他们的一点点微薄的收入，这是大部分人都是现在的现状。那么这种状态你可以考虑考虑，这种状态是不是现在的你啊？回想一下，如果是你，那么你就是只剩下一个脑袋，一个身体，有4肢，手里有一门手艺，能干活，能熬夜，能吃苦啊，或者说有一点书本知识且不多的傀儡啊。我说的非常难听啊，但这就是一句实话，你好好考虑考虑啊，因为你没有资源，你也没有人脉，你也没有背景，你什么都没有，对吧？你这辈子根本就不可能去开厂，去创业，去做自媒体啊，用这种事情，用流量去撬动这个大钱的任何机会。你没有本金，你没有资源，你没有平台，你什么都没有，那么你最后的出路就只能老老实实的给这些人去打工，对吧？啊，然后如果说你现在一辈子都是在这个做工薪这个阶层，对吧？那你兢兢业业，拼了命的去努力去工作，你最后你会发现一件什么事儿？你到最后发现自己什么都不剩，只能让自己勉强糊口，吃喝够了就没了。那么如果说你真的想赚到大钱，能够真的让你自己变得富贵，变得更好一点，生活的水平质量能够上升，对吧？你会发现你是根本做不到的，对吧？那而手里握着资源，握着人脉，握着客户，它的逻辑完全不一样了。它可以搭建一个系统化的平台，对吧？告诉你，哎，你可以来我这里上班，我给你制定这个规定制定这个制度啊，我来制定这个奖罚的制度，我来给你约束你的行为啊，我来引导你怎么去创造价值。所以说，利用无数的普通人的劳动和时间来放大自己的收益，等到所有的工人创造完价值，除去你的厂房开支、房租、人工、水电，全部去掉这些各类的杂琐的费用之后，你会发现所有剩下的纯利润，所有的财富，所有的收益，所有的资产全部归一个人所有，这个人就是老板，对吧？我拿马云举个例子哈，你仔细琢磨一下你就清楚了。我们先说马云，他是对所有的岗位都非常的精通吗？不是。他的学历是最高的吗？不是。他的能力是最强的吗？不是。他的技术是最顶尖的吗？也不是。但是你观察这么多年，你就会发现哈，最后你看阿里巴巴所有的大钱，所有的收入全部汇集到了哪里？就汇集到了他的手里。他不需要亲自的去干活，也不需要亲自去落地，更不需要亲自的去教这个技术怎么去做，他不需要，他只需要做一件事，制定规则，搭建体系，学会管理，对吧？懂得借力啊，然后呢就能够轻松坐拥这个巨大的财富。还是我讲的那3件事，就这样的啊。所以说你应该彻底明白这个富人能够赚钱的核心，第一步就是借势，第二步就是造势。我再给大家举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一个例子哈，大家就明白了。比如说今天是7月16号，2026年7月16号，对吧？那双11的购物节还有3个多月的时间，那所有的商家都会借着这个节日的风口，他会出优惠政策，超低价的噱头，对吧？然后他们就借着这个大众爱占便宜，追求这个优惠的这种人性拿捏心理，造出了全民大抢购的一种的态势，对吧？他们不断的宣传啊自己的产品有多好，优势，放大自己的福利啊，多买能够优惠多少，营造这种稀缺的氛围，让所有的普通人都觉得现在买它就是最划算的，现在买就是最省钱的，性价比最高的时候。那么大家呢看着又便宜又好用，价格又低，就会忍不住的去跟风，扎堆似的去购买啊！你忙活半天，花钱消费，到最后呢，你会发现一件事，真正能够赚钱的人是谁？真正能够赚的盆满钵满的，永远是造势的这些商家。这2点很好理解啊。第3点才是就是最高级也是最残酷的吧，就是做局啊，也就是真的就真正的高手才会做这个局。就表面上看起来就是给你一个巨大的盈利
对吧？然后呢，丰厚的好处给你这种的回报啊，然后呢，让你看到稳赚不赔。等你被这些利益所吸引，被贪婪所裹挟啊，你心甘情愿的去入局之后，你的心智就会慢慢的陷入其中。等你彻底的投入了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精力之后，对吧？等你反应过来，哎，这个事儿好像不太对劲的时候，一切为时已晚。所以世间所有的横财啊，所有的大钱，从来不是靠这个就是你的手艺、技术、能力，不是靠这个换来的，也不是靠你书本里边的知识换来的。所有的大钱都是在你对对方的交付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结果。你能想明白我上面讲的这3点，你自己去做一个交付，这是离钱最近的一件事啊。那么为什么你看大部分的人他都完不成这个动作呢？为什么都完不成？因为大概率他没有这个思维。就本质上你看所有的生意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个交付再去做的，对吧？你做什么生意都是在做交付，卖东西做交付，对吧？卖课程做交付，卖产品做交付。你不管是企业也好，个体也好啊，团队也好，就是不停的买和卖，就这2个字儿，人生就存在于买卖嘛，对不对？那么你不上班，看起来你的损失非常大，其实你是在拒绝这种低效率的拿钱的方式。你是没有必要为了上班，对吧？有没有班上而去产生焦虑，真的没有必要。上不上无所谓，你要做的是凭借你自己能够做交付的事情，能够拿到钱的事。那么具体的有需求的地方它就能够产生钱啊。那无非就是你会被别人称为你是自由的职业者，对吧？你是无业游民，这个名字听起来可能很难听，但是不要被这种所谓的名字裹挟了你的人生，对吧？他就算不被大众认可，你能挣到钱不就可以了吗？但是你也对吧？你也没有什么保障啊。但我问你，你上班就一定有保障了吗？那上班到35岁，大概率你也是被优化掉啊，你照样还是没有保障，对吧？最多就是你优化的时间可能晚了一点，到40岁被优化了，优化完之后你还是没有方向，对吧？那既然结果都是注定的，你何必就是一辈子都在打工或者说不打工这件事上去执着呢？没有意义了啊！我就必须得找个班上啊，我就必须不能找个班上，对吧？没有道理，你就不需要考虑这件事情了。所以说赚大钱从来不是靠的拼死拼活的帮别人去干各类各样的事情啊，给别人去干这种事情你也赚不到大钱啊。所以说你一定要把这个思维就转变过来。你比如说你需要现在1桶水，对吧？那么这1桶水你非得去跑到河里才捞起来才行吗？不是的，你跑到长江，跑到黄河，跑到大的支干河流，你小溪，对不对？或者说有水源的地方，你哪里都可以照样能把你这1盆水给你接满，你都可以获得，对吧？所以说主动展示自己自身的价值，给财富一个能主动追求你自己的一个理由。你只要能够做到帮助自己的事情，那么你才能够赚到大钱。